好，我们开始。今天很荣幸请到业界的讲师，那叫做谢恒毅。那他现在在维京科技担任2D 美术。那我们今天会让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他的工作流程里面，他的概念设计是怎么样去做3D 的应用跟结合。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喂喂，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口语播译吧？有哦。好，那今天很荣幸，就是大飞老师邀请我来这边分享一些我工作上的经验。那我认识大飞老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嘛，就是大概从就是老师还有实体课的时候。那那怎么一开始就卖老？就真的很老没，不然你要怎样？总之就是我也是就是有在一些其他游戏的工作室，就是公司工作过，然后有做过一阵子博弈。那现在就是专门在接外包，就是那个公司帮我们接外包，然后我们就做嘛。OK，那我主要是负责场景的部分，那其他就是看公司有什么就做什么。OK，那自我介绍差不多了，那就开始讲。在进入正题之前，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些就是观念上的澄清，就是你做一个2D 美术，为什么要学3D 呢？或者是说，你看可能一些现在很多那种网络上的大佬啊，就是他们做那种原本是做美术，也是就是改用3D，就是渲染的又快又漂亮。那我是不是学 3D 就是为了出那种漂亮的图呢？那作为一个就是我们也算是游戏相关产业嘛，就是我们也是参与到游戏开发的部分。那作为作为制作游戏的其中一个流程，它那个3D 不只是快速出图的部分，而且它已经很大部分整合到就是工作流程里面了。那具体怎么说呢？我们就先具体来看一些例子。比方说，OK，我们第一个例子来看，这个叫做 Star Citizen，中文翻译好像是叫《星际公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是一个卖船的游戏公司。OK，那首先前面几章大家看，就是一般大家是对这种就是3D 概念设计的，嗯，发生了什么事呢？网页没有跳出来，有吗？有吗？还是现在还是 PS 的画面吗？OK OK，那我稍微等一下哦。OK，那我先停止分享，我再重新分享一下哈。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喂，这样有吗？网页有出来了吗？OK，那这个是星际公民的他们就是外包的一些概念图。那前面几张大家看，就是这是大家对那种就是3D 渲染的那种概念美术的第一印象嘛，就是漂亮，然后有很多细节，对不对？就是这种很精细的细节，你可能用手绘都画不到那种程度。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其实绝大部分是在做下面这几种工作，就是你可能就是简单的拿那种客户会提供他简单的模型啊，他可能就是客户叫他们那边3D 美术简单的拉一些模型，然后他再丢给你，叫你去进行一些细节上的设计。那像如果你可能你3D 懂得多一点，就可以直接自己拿他客户提供的模型，直接拿来自己转角度啊、打光啊这样使用，你就不需要去就是每次客户给你的案件，你就要去请教你旁边那种可能懂 3D 的同事嘛，这样节省大家的时间。或者是你3D
就是更进一步，就是你可以直接用客户提供的模型来进行设计。那这样在沟通上就是可以节省很多成本，然后你也可以帮客户省下很多时间，因为毕竟你省时间就是大家都省钱嘛。就是以外包的角度来讲，那下面几张可能也是就是客户可能就是提供一些简单的几何模型，然后你就要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设计啊，然后可能做一些那种氛围的打光啊，就是你不需要做到那种像那种就是网络上大楼那种很精细的渲染，然后完了材质贴的很夸张。但是你如果会一点基础的3D，你做这种案子就很轻松很容易，你只要把它模型转到好角度，然后你只要上面画一些线稿，然后可能打点底色，这样你工作就是你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种工作。OK，那更进一步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下一个例子。对，下一个例子，这个叫《Back for Blood》，然后中文好像翻叫《喋血复仇》吧。对，它是末世打僵尸的游戏。那它这个也是就是外包出去的概念氛围图。那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氛围图它就更完全是仰仗就是3D 的渲染，所以他们可能很多素材就是直接客户提供的，像是人物啊，你可能中间这些那种变异的尸体啊，或者是那种奇怪的材质，可能都是客户提供，因为他们会要求这种材质要符合他们的设定。那这个使用3D 的比例就会更重。那对于概念师，你对3D 的熟练度就要更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不光是为了就是那种好看的渲染才去学3D 的，这很多时候是已经整合到工作流程里面的。那你可能就说，我可能是做日系的啊，那种日系可能还是大部分要靠手绘啊。这个也不一定。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像这个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就是专门接就是日系场景的外包。那大家可以看，他其实就是他的3D 也是用的，就是用的很重，但是他还是可以就是做出这种日系风格的感觉。就是它主要是靠一些后期调色啊，然后可能进行一些后置，然后自己最后再稍微画这样子，它就可以用3D 达到非常接近那种日系手绘的效果。对，所以即便你是做日系相关的，你学3D 还是蛮有用的。那你可能说，我可能就是想画美少女啊，想画卡牌那种以人物为主的，然后背景为辅的。那你说学3D 有没有用处呢？其实也是有的。OK，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我在那个 Pixie 上面随便搜的，就是并没有针对什么特别作者，就是它刚好都使用了就是齿轮为主的元素。就是大家看嘛，他们很多齿轮其实它都是用平面的方式来表现。它像是这张几乎都是用平面的方式来表现。那它可能有做一些用任意背形做一些有透视的，但是就是感觉张力不够嘛。像这张，它有一张是有透视的，但是你可能画了一个齿轮，可能透视就搞得你要死要活。那如果你会3D 的话，那其实你的表现的方式可以更自由。OK，那接下来就简单的示范一下，就是关于齿轮这方面的，如何在3D 更快的使用齿轮这个元素。简单，你就可以建一个齿轮嘛，然后快速的调整一下它一些细节的设定、大小，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把它转起来，对不对？这样你就不用烦恼它这个就是圆柱状的透视。然后可能再复制一个，做出有那种互相交错的感觉，缩小，我们再加一个吧，对，这样几个齿轮互相交缠的感觉。
然后你可能中间再给它放个楼梯啊，什么的，这个楼梯，哎，转个适合的角度，你给它楼梯，然后你可能这边再给它一个平台，没有，然后你就可以这边可能就再放个什么美少女啊，放个美少女啊，对，然后就双手伸起来，这样接一个发光的球啊什么的，对，就是常见那种日系的插画嘛。那这样子，你如果这样子做，如果你会3D 的话，那你表现的自由度就是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2个例子比，你的表现就可以有更多方式的表现嘛。然后你说不定也可以调整一下你的镜头啊，你就把它调更广角，然后你这样近距离看就会更有魄力嘛。对，就是3D 它并不只是局限于漂亮的渲染，然后很精细的模型，它可能它也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一种多功能的解决就是解决你问题的工具嘛，就是就是不要局限于那种我一定要做那种很精细的模型啊，然后一定要渲染的很漂亮，那才叫就会3D 也不一定。你像这样子，你就可以解决你像你构图上啊，或者是你图纸上的问题。就是算是就是进入正题前一些观念的澄清了。OK，那 OK，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开始讲今天的正题，就是分享我的工作流程。那今天分享工作流程主要是拆分，就是对概念图进行拆分。那拆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就先用这个最后生还者的分位图来举个例子。就是客户他会发来他的需求，然后他的需求里面就包含一张已经画好的氛围图，还有一些世界观啊，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特殊的要求这样。那拆分就是客户会把他想要细化的物件从那个氛围图上面圈起来，像这张例子就是这个火车头，还有后面的一节车厢。那拆分画出来，就是他要把他那个物件单独拿出来画一个45度角的，这样子方便3D 去进行制作。因为很多时候你那个氛围图可能不会像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这张《最后生还者》这样这么精细，可能很多之后就是一堆简单的色块，然后大体上看得出这是什么东西而已。那如果你3D 就不可能根据这样的色块去做一些那种很需要细节的模型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他们请一些设计师来进行细化。OK，那圈出来之后，他们就会搭配一些像是文字叙述的要求，像是你可能这个物件是要做什么的，然后它一些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像是这个文字是跟上面没有关系的，就是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模型的文字，跟上面那个没有关系。那像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也是僵尸末日嘛，然后生存者逃到沼泽，然后改造他们那个房子当做生存据点。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是有点像是就是因为你可能手边没有那种正规的建筑素材嘛，所以就是有什么用什么那种的拼凑感，然后还有一些那种人类生活的气息，不是那种已经被抛弃的据点。OK，那我们了解了客户的需求之后，然后我们也大概了解就是这整个世界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发想，就是头脑风暴。OK，那我们刚刚了解了就是我们刚刚了解有几个关键字，就是第一个是沼泽小屋嘛，对，沼泽小屋，重速怎么低啊？重来一下。
沼泽小屋。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关键字进行去发想。大家也可以就是顺便想一下，就是提到沼泽小屋，你会联想到什么关键词？举个例来说，你想要沼泽小屋，他们是不是会那种腐烂的木头啊？会有腐烂的木头，大家可以把你想到的关键字打出来。然后它是不是有铁皮？可能是用铁皮建造的，可能有一部分是用铁皮建造的。那藤蔓，青苔也不错，青苔藤蔓那种直批嘛，青苔藤蔓啊，铁皮可能因为潮湿的气候，所以经常会生锈，生锈。为什么会有衣服破痕的女性啊？老师，你不要乱加好不好？哎，可能还有什么？嗯嗯小船好像也可能对，那可能那种沼泽地带可能就很多河流嘛，那个小船。嗯嗯，好像比较少提到小屋的部分。小屋像可能你要想到它小屋可能屋子是什么风格的啊，建筑风格是什么？建筑风格，那可能大部分的僵尸游戏就是背景都是在美国嘛，所以它可能就是那种美国中西部的风格，那种建造的木屋。有架高的木屋嘛，就是稍微离地板有一点距离嘛，可能是架高的。棕榈叶子，你可能变得有点偏向热带的，这样可能跟有点不太合。还有什么啊？你可能考虑到它大小嘛，大小可以容纳的人数嘛，可能要稍微想一下。喂，好像大家都想的蛮多嘛，那我们这个关键就先这样。那我们还有第二个关键字是什么呢？是生存者据点。那生存者据点，大家又可以想到什么关键字呢？哦，就看起来大家都有玩游戏嘛，为什么都会出现保特瓶？我想像那种可能医疗嘛，医疗可能医疗站，然后铁丝网也是有可能嘛，那种防止僵尸入侵的设施嘛。还有什么？就比较重要的岗哨嘛，对不对？总是要有人站岗。
那站岗人通常是被僵尸咬，第一个被僵尸咬死的。横扫围墙，交通工具好像可以，交通工具车库。OK，那还有什么呢？食物的来源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食物上的几种来源可能是搜刮的，就是每次都派一个小队出去搜刮嘛，搜刮附近的城镇，然后打猎嘛，种菜也是可以，种菜，因为种菜，然后你可能还有想什么厨房嘛，厨房可能是不是可以当做设计的一环，那种放在户外的厨房。嗯，帐篷，我们有小屋的话，可能帐篷好像也是可以。帐篷，还有什么？好像很少提到水，水的来源，水是不是要接雨水啊？雨水，或者是你可能过滤河水，过滤的。通信也是很重要，通信。对，然后你可能从这种有无线电，无线电是不是要有天线？无线电的天线，有人讲用太阳能板呢，对，那电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电力。那电力也不一定要太阳能，可能太阳能或者是风力，或者是那种吃柴油的发电机嘛，柴油发电机。OK，那我们这些发想到这边其实就差不多了。那你其实可以继续的发想，例如说你可能清代的藤蔓，它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藤蔓，什么种类的，然后腐烂木头上面是不是有长菇类、蕈类，就是你能不能想到就是更进一层的细节？这个就比较考验你对，就是平常你对素材的收集啊，或者是你看的东西够不够多。像是可能有一些那种纯美术出身的，他可能跑来做游戏的，可能就会这方面累积可能就会不太够。就是他们可能像是没有，他们就比较不玩游戏啊，然后他们可能就对这种僵尸生存里面会需要的元素就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算是玩过游戏，对不对？很多人玩游戏的就是就是走马看花，你也不会去注意里面会有摆的什么样的东西。那更多的是，如果你再更进一步，如果像是你可能去做那种电影事业啊，它可能对细节就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像是你的植批要符合你场景设定，就是你场景的所在地嘛。像是美国中西部，它那边会出现什么样的植物、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昆虫，然后那边使用的一些可能日常用品会是什么样子？你总不可能拿就是台湾的日常用品去那边，对，就是地域性的特征。那这就更考验你，就是平常你对知识的累积啊，像是你看的书够不够多啊，然后你有没有在看那种 Discovery 啊，或者是国家地理频道那种，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越多，那你这个细节就可以发想的就是想到越多的细节，你的作品就可以更丰富，然后合理性也更高。然后你可能客户或者是你的上司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你才讲得出东西，而不是说你那边说啊，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我觉得这样子很帅，这样就完全没有说服力嘛，对不对？很多时候你的设计不一定要好，但是你要能说服别人，就是你嘴炮要打得起来嘛，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打嘴炮说服别人。OK，那我们这样子发想了差不多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的关键字去搜寻我们需要的参考。那我接下来可以先介绍一下我平常在使用，就是找参考和素材的网站。对，我先把这些关一关。对，那很有名的 Pinterest 应该就不用介绍了吧？Pinterest 大家有在上老师课的话，应该都会知道这个网站，就是挺好用。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用这个网站。但是呢，下一个网站，另外有更常用，也是挺常用的网站，叫做 Getty Image。那这是一个算是付费的图谱网站。那我主要是用来找就是参考资料用，就是不会比较少直接拿来使用。那它这个网站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跟那个 Pinterest 比起来，它的画面解析度会更大。就是像你可能 Pinterest 上面很多找到那种参考图片啊，你可能解析度就非常的低，对不对？你可能打死就是六七百左右的解析度，有时候你看很多细节可能是看不清楚的，对不对？像是你可能如果 Pinterest 的话，你可能这边就看不清楚它这个绳子就是衔接的结构嘛。那这个网站的好处是，就是第一个解析度大，第二个它的浮水印很佛心，就是它只有这边一小块，所以你在看图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被它的浮水印干扰。就是这个网站就算是补足一些那种 Pinterest 的遗憾吧，因为它也可以用，它支援用中文搜寻，但是你可以直接搜寻酒吧。那你可能在 Pinterest 上面找酒吧的图，你可能就会看不清楚他们桌上放的是什么东西，你就可能还要再去找另外找说，可能酒吧里面会用什么餐具啊什么的。那这种大尺寸、大解析度的参考图，就是你可以省去再花时间找参考图的麻烦。OK，那下一个叫做 Sketchfab。Sketchfab 这个网站，它是可以让你上传，并且再直接用网络浏览你 3D 模型的一个网站。这个就算你呃平常画图我也会拿来用来做找那种3D 模型的参考资料，像是你可能看别人做一些比较精细的模型，你可能可以拿来当做一些角度的参考。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这个后面这款车子它后面什么角度，就是你可能很喜欢这个车的造型嘛，然后但是你只找到前面的图片。那如果你用3D 模型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转它的角度来看看它后面的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也可以参考它的透视嘛，对不对？3D 模型的好处就是一大好处就是透视。那它更大的一个用处是什么呢？它上面有那些免费的模型可以下载，就是以椅子为例嘛，像是我可能可以在这边找到我想用的椅子，然后它刚好就蛮多作者都有提供它这种，就是它做好模型可以直接在这边下载。那它这边基本上都是那个 CC 的创用授权，就是你可以自由的来使用，但是如果你发表的话就是要稍微附上一下作者的名字这样子。对，就是找到参考之后，我会先来这边找看有没有就是合用的3D 模型，这样子我就之后就不用再建模了嘛，对不对？OK，那下一个网站叫什么？叫 Textures.com。它这个网站是专门为
就是3D 建的算是平面素材网站。那它现在也有卖一些3D 模型啊，不过挺贵的。我主要用它还是用它的一些2D 的参考图片，就是它这边也是有蛮多2D 的参考图片，而且它很多的图片都是蛮适合直接拿来进 3D 使用的。像它很多都是拍那种阴天光啊，然后就是直接平面的图，这种就非常适合就是在3D 里面拿来贴模型。那它这个网站是需要注册账号，那它注册账号之后，每天会给你15个点数，你就可以拿这个点数来免费买里面的图片，然后这基本上是可以完全商用的。那它像是你可能免费的就只能买到像是1600这个解析度的，那如果再高的话，你可能就要就是用那种付费的点数来购买。那我个人工作上就是觉得1600就很够用了，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个也是蛮好的网站。那再下一个，还有再下一个，一个叫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SketchUp，就是 SketchUp 大家有用过吗？不知道它是一个由 Google 开发的一个3D 软件吧，它是专门为室内设计还有建筑主要是专攻这两项。那它的那个 SketchUp 的建模逻辑跟一般的3D 软体是不一样的。对，不知道有那种学过以前就是传统3D 软体的再去学 SketchUp，反正我之前是学的蛮痛苦的，就是它那个建模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总之呢，它这个是 SketchUp 给 SketchUp 使用者可以上传他们自己建好模型的网站。那这个网站本身是全免费的，对，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下载模型。这个也要你 Google 账号，就是要有账号登录。那 OK，那它这边这个网站模型下来，它是需要一些插件来才能导入 Blender，直接导入 Blender，然后基本上也可以是免费使用。那我们先试试看，找看跟刚刚一样的例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第一个页面，它这个是 Products，就是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厂商提供的一些3D 的模型。就是它可以直接给你的，它就是目标是给你室内设计师直接拿来使用，就是有点像变相的广告嘛。可能客户看了很喜欢，就会跟他们订这种椅子。那它到第二个页面 Models，它这个才是用户自己上传的那种，自己上传自己做的那种模型啊。这边就是各种各样的模型都有了，就你看到各种奇怪形状啊、奇形怪状的椅子都会有。OK，那基本上，如果我刚刚 Sketchfab 找不到我想要的3D 模型，我可能会再来这边找。那不过这边就是模型，就是刚刚讲的，就是逻辑上有差异，所以这边的模型都要进 3D 之后，再经过进一步的整理才能使用。那最后一个网站叫做什么？叫做 Polyheaven。那这个网站也是就是专门针对 3D 使用，就是提供素材的。它这个网站是全免费，然后它主要是靠别人抖内的资金来运营，像是它有提供这个 HDRI 啊，就是那种世界贴图，还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它有提供这种高品质的 HDRI，就是有到16K 的，它就是可以让 3D 软体来模拟这个照片当时的光源，然后它也有这种高清的贴图啊，然后它也有提供一些 3D 模型。那种好像点了没反应。喂，总之它就是提供高品质而且是全免费可以商用的3D 素材网站。但是
因为免费的，所以数量相比其他的会稍微少一点，不过还是很好用的。那以上就是这几个网站，我是会来这边找资料、找素材，就是根据刚刚我们想说的关键字嘛，找看有没有合用的素材。OK，那找好之后，我们可以先把它，哎呦，它突然可以跑，OK，那就先不管它了。对，那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先找好了刚刚那些。好，那个感谢同学贴连结啊。OK，那我们这是我根据刚刚那些关键字找到的一些参考资料，我稍微放大一下来看。像是我可能会先从氛围开始下手啊，就是我看有没有图片符合我那种心目中那种沼泽的想象。像这种就是有水面，然后被树林包围啊，然后可能这个屋子本身有一点风化啊，就是那个木头有点发白。然后刚刚讲的那种铁皮啊，是不是有点生锈啊？你可以看清楚它这个泡在水面的生锈是什么？这边有一层湿湿的，然后往上有点那种变色的渐层嘛。然后你可能刚刚的车库啊，独立的车库没有，然后一个那种自己搭出来的大门啊，然后可能因为地上不适合种植，所以他们就另外用这种那种，这叫什么？那种塑胶箱来装土来种植啊，然后或者是用轮胎啊，轮胎也是可以拿来种东西的。然后整体的感觉可能就偏向这种贫民窟的感觉嘛，贫民窟的感觉，这种东拼西凑的那种铁皮啊、木板啊，什么东西都拿来凑一凑，这种感觉。然后这种生活感就是晾衣服嘛，因为有晾衣服就是表示有人生活在这边。然后通讯的天线啊，通讯天线会长什么样子啊？然后这边旁边自制的桅杆是不是长这样子？就看一下它的结构长什么样。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有铁丝网啊，刚刚提到有铁丝网啊，可能会不知道，可能是那种路上有那种货运车，可能倒在路边，他们就把一个货柜拖回来当做储藏室啊。然后风力发电是不是它的那个叶扇可以长这样子啊？然后桶子嘛，油桶，就是你画面上面不知道摆什么，就摆桶子、摆木箱，这两个绝对不会错。OK，那我们的参考找的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下一步动作就是画草图。对，就是你进3D 之前还是需要画草图的，就先放旁边。那为了节省大家时间，我就直接先画好了。就是这是我根据刚刚的草图，根据刚刚的参考画出来的草图。进3D 之前，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你对3D 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然后即便是你对3D 软体已经很熟悉了，我还是建议你要画草图。就是它草图，你可能觉得我会 3D，我就直接进3D 软里面设计就好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受限于你对于3D 软体的熟悉程度啊，或者是它一些功率本身自有的限制，你可能你的设计上会受到限制，就是你可能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受到软体的误导。那么如果你先画一个草图的话，你的表现就会比较自由，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整理你思考的方式。就是你画草图，并不只是在画一个图，它更是整理你设计时候的思绪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通常到这个阶段，呃，通常就是要给客户看了。那如果你运气比较好的话，像是可能我们一开始刚刚看的这张，可能它那个指定要拆的物件在画面中占的比例比较大，而且比较靠近比较近，比较多细节的话，你可以不用画草图。但是如果你东西可能比较小、比较远，那你可能就需要画草图来向客户阐释你的设计。
那一般来讲，我如果要给客户看的话，我是会再稍微整理一下，就是线条修的干净一点，然后呢，再搭配上我们刚刚找的参考，这样子才算是把把草稿交给客户，然后客户会看，就是看你的参考是不是找到他们想要的啊，是不是符合他们世界观的设计啊，然后你这个创意，你就要跟客户解释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你的创意是什么，然后客户会考虑这些之后，再给你反馈说，像是你可能某一两个参考图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会叫你重新再找，或者是叫你改草图这样子。那如果这样以上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往下进行下一步，就是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3D 建模。就来到今天的重头戏了。稍等一下，看一下档，看一下那个 Blender。对，那一样为了节省大家时间，我已经简单的先做好了那个基础的算是房屋的模型，就是根据我们刚刚画的草图嘛，这样简单的建一个模型。那流程其实就是跟刚刚看到那个，就是在前期有示范那个齿轮差不多啊，就是你就新增一个地面嘛，然后再放上房子，就放个方块，然后把它放大，然后拉伸嘛，然后简单的弄一下，然后就是简单的做出形状，这样子，如此的反复个几次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有的房屋的模型了。这样子，那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前期在建模的时候，一定要放入人物的比例，像你这样才能确定你建模的它的东西很多小东西的比例不会差太多。像是现在这个扶手可能拿人物来比，可能它的就放的有点低了，对不对？就是你可能要放到腰部、肚脐左右的位置嘛。等现在只有到，可能还不到腰部嘛，所以我就先把它拉长，往上稍微摆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正常。然后可能放了人之后，你才察觉有时候是不是你扶手建的太粗了啊，对不对？然后你可能楼梯的大小也要看，你要看你人的人物模型的比例来制作。对，所以你前期放入人物的模型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这非常大的影响到你可能后期是不是整个要打掉重做了。那如果你说这个模型是我买，就算是特价的时候买的一个人物模型，那你说我现在学生党就是没有钱去买那些有的没的模型，那我建议你可以先建一个，先放一个方块，然后把它打上，把它放大概1.7公尺左右的高度，把它稍微瘦身一下，这样子。因为一般游戏里面我们抓人大概都是1.7到1.8左右的高度，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块来稍微比一下，因为不过你这样比的话，你可能就要稍微熟悉一下人体的比例，就是老师不要装了，老师那个几千块的 kit 都买得下去了。对，就是你可能要熟悉一下，就是可能胯下可能就大概在一半的位置，然后你可能头身比要稍微熟悉一点。那不过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人物的比例，对，这种算是比较省钱的方式。
OK，那做到这一步，大使对，这大使是免费的，但是你知道那个这其实操作起来蛮麻烦的，那什么导出导入，也主要是拿来摆姿势吧，大使好用的是主要是拿来摆姿势。OK，那我们模型建的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步我这边这时候就会开始上一些材质，因为毕竟那种都是空白的模型，看久了也是挺无聊的嘛。这个稍微凸出来一点。那种空白的模型，你做久了也是会稍微感到疲惫嘛，是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东西。那这时候我会简单的上一点材质，让自己心情好一点。那 OK，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屋子的木板开始吧。那这个是我自己买的插件。有兴趣的话，之后讲的差不多了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都用些什么插件。但是我们是不是找这种木板房，这种外面是用木板做的？理想中比较接近这种发白的木板，我们就找看有没有发白的木板。嗯，这个好像挺接近的，对，那种发白、那种苍白的感觉。还 OK 嘛，比印象中的还好。对，这个真的是蛮好用的，虽然稍微偏贵，不过你如果能用这个赚钱的话，其实你想想，就是把它当成生产工具，其实也不是那么贵，就是跟 Photoshop 那种订阅费比起来啊，跟那个市面上那种市售的3D 软体比起来，其实算是蛮便宜的。OK，那刚刚看这个贴图有点歪，所以就把它重新计算了一下它的 UV，然后它这个，然后新手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不会注意材质的材质也是要注意比例的。像这个现在，你目前看来，你就跟这个人物比起来，就是这个材质明显木板太粗了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调整一下材质的比例，就把它稍微缩小一点。嗯，可能这样差不多，感觉跟这个参考里面的比例差不多了。那这边这个木板的方向好像不太正确，应该把它转个90度。OK，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对，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把我们想要上这个材质的东西全部先选起来。嗯，OK，然后直接 link 就是连接，它就自动帮它上同样的材质。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像这个方向可能就不太对，一样要把它转一下。90度，OK。OK，那木板的部分差不多了，我们再上屋顶的部分。屋顶在哪儿呢？屋顶，OK，嗯，这里面的材质可能这个比较接近吧，因为这边好像有点太偏中世纪或者是现代的，有点太干净了，对，可能这样比较刚好，就选这个了。然后看运气不错，那个尺寸好像也蛮吻合的，那就一样，我们就选到我们一样的屋顶，想要材质的部分，来 link 起来，对，没选到。Alright，那我们可能这边这个物件要放2个材质，所以要另外选择。那一样是大小的问题，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调整跟旁边的差不多。调整一下位置，让它看起来不会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比照办理。然后这个横明线就是尺寸太小了，我们把它放大一点，然后稍微对齐一下旁边的。OK，那我们之前还有提到铁皮嘛，对不对？那种有点生锈铁皮的感觉，我们这边就拿来当做补墙那种，可能屋顶破掉了，他就拿那种铁皮来盖一下。我们找一下铁皮的材质，哎铁皮，哎，这个好像蛮不错，放一下。哦，这样好像尺寸也 OK，一样，我们就把它 link 起来，这样就铁皮。哦，然后下面的屋顶忘记放。OK，那地板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地板的部分可能想要比较那种湿润的感觉，是模型，可能有点接近这种地板感觉。我们来找看有没有适合的地板。嗯，这个落叶感觉看一下，感觉还 OK，但是感觉还是不够湿润的感觉。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哦，感觉好像还行，感觉再换一个好了。哦，这种有那种湿的感觉就不错了，那种经常被踩踏的那种感觉，然后带有一点水汽。OK，那我们就接下来是这个走廊的部分。走廊一样应该是用木板做的嘛，看一下我们的参考，对，用木板搭起来的。找一下刚刚的木板，我们这时候给它换一个别的材质好了，不要跟墙壁一样的，不然看起来都差不多，很无聊的。嗯，这种有青苔的感觉好像不错，试试看。看起来好像还行，尺寸也 OK。那我们可能这边这种改建的小阳台，一样用一样的材质。对，那还有扶手和这个柱子，我们也给它一个不一样的材质。嗯，改成这种稍微偏红色一点，看看。嗯，这感觉有点颜色太深了，我们可以在这边简单的调一下颜色，但是可能让它亮一点啊，然后对比度稍微高一点，然后再降低一下它的饱和度。OK，像这个插件就是蛮方便，就是你可以一个材质不一定只有一种用法，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变一下颜色，像是对，你可以稍微偏绿色或者是偏紫色。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偏写实的，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设定是比较偏写实的僵尸末日嘛，所以它可能颜色不能做太夸张。对，那我们这个切线我不是很喜欢，就是一样把它再转个90度。OK，看起来还行吧，稍微调一下位置。然后一样就是把刚刚的柱子
连起来，三样材质。然后扶手我们也给它另外一个材质。这种偏白色的感觉这样不错。然后这个就很明显的拉伸过大，就稍微重新计算一下，调整一下，一样转一下角度。OK，一样立起来，这样很工作就蛮快的，上台就蛮快的。OK，那还有上升外面的围栏，外面的围栏就，这边这个也要稍微转一下角度，看起来就比较像正常的木头柱子。外面的围栏就也跟柱子一样吧。OK，这边也有柱子。那我们这样的画面就逐渐的丰富了起来嘛，对不对？就是跟刚刚白膜相比，是不是就感觉比较往下去做的动力啊？这边轮胎，塑胶制品的话，我就比较少特别去找材质，就直接用它内件的 shader 就可以，就是它内件的材质球，因为它这种没有特别加的话，其实就感觉蛮像那种塑胶制品。那我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光泽度，让它不要反光率看起来那么高。然后呀，对啊，因为轮胎那种小细节其实还蛮多的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拆分图，其实就是也不用太多细节了，因为毕竟那种占面数也很吃电脑效能，我这种老屌电脑也不太可能跑太强的太多的面数的东西嘛。我靠，大家都有钱人啊，都是用30系列的，我还在用4、5年前的显卡，现在小孩子都这么有钱。好啊，趁着现在金条长得跟什么鬼一样，下不了手啊。对，总之我后面还想一些河川嘛，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河川看看。先也是一样拉个方块，然后稍微把它拉长。然后稍微吃到地面里面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像是河道的感觉。然后一样把它这个有提供水的材质，我们就把它上去看看效果。Water，嗯，看起来还行，不过感觉缺少什么东西，那就有点太清澈了。我们可以稍微再改一下它的颜色，稍微暗一点，然后带点绿色，再深一点，这样子。那可能看起来还是太有光泽，跟这种我们想象中有点像比较接近这种有点混浊的，混浊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把它再稍微改造一下，就进入这个 shader，然后可以把我在那个
所以那个 texture.com 的找到水面的图，我们把它拿来利用一下。错了，把它转成灰阶。然后就是放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调整那个表面光滑度的图上，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比较接近我刚刚理想，就是接近比较想象中那种水面的。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它感觉现在有点拉伸，我来调整一下。OK，这样一个看起来还蛮有质感的水面就做完了。Alright，那现在基本的环境都 set 的都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做一些小物件来丰富这个场景，因为毕竟只有房子看起来就特别的单调嘛，而且那种材质的重复感还是有点重。不过这个到后期再解决没关系。对，那我们就开始试着导入一些小道具，像是我们刚刚找的，可能有那个比较大的，先从大的开始，像是货柜，那就开始先来导入一下货柜。货柜。对，那导入之前，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们那个货柜的档案是什么类型的。寻档这个，它像是它这个是 DAE的那个档案，那我们可能这边就导入的时候要选择 DAE，然后我们选择一下那个这个要讲是这个 DAE。那有时候导入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你的模型在哪里。第一个可能是就是它可能有 bug，或者是你可能本身模型太小，所以你要试着把它放大一下，这样它就会很多时候它是太小，然后你以为它没有出现是出 bug，然后弄到最后那个其实它是正常，就是它设定的时候尺寸太小，这个就稍微要注意一下。OK，然后导入之后，我们来一样跟我们的人物稍微对比一下，看它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一般生活中的尺寸，可能就大概略比人物高一点。嗯，可能还稍微偏小，再放大一点。OK，然后把它放到我们刚刚想要的位置。然后呢，它这个货柜门是打开的，我想把它关起来，那我可能就要自己再稍微对它进行一些整理。那就点 DAE 的模型它有一个导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时候面是没有连接起来的，像是这样，就是比较散。对，然后我们就要自己稍微整理一下，像是你可能就把那种重复的点去掉，然后可能再去掉它一些那种三角形的面，快速的整理一下。然后到一些光影变得很奇怪的，稍微也是整理一下它的模型。然后这些整理好之后，我们再把它独立出来，然后选择一下它这种，选择一下把它们选起来，就是连接的部分。其实大部分都可以用啦，就是你不要那种15年那种 Windows 95的那种电脑，应该 Windows 2000那种电脑应该都还可以用。就是主要是看你就是能做到多少的细节，你的电脑好坏程度多决定你的里面东西能做到多少细节。对，那我们就选起来，把它关起来。OK，这样我们就对我们出现下来的模型做完整理了。那它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突兀嘛，我们要把它上一下它里面附的材质。就是我们就要来到材质球这边，然后导入。
入它里面有提供的材质，然后材质一般有这几种贴图嘛，就是基本的底色，然后有它的 L 贴图，然后有那个金属的遮罩，有法线贴图来增加它的细节感，然后还有这个表面的光滑度的。那一般是导入大概4种，这4种。那 AO 图 AO 比较在 Blender 里面比较少用，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导入，这样我们就一个看起来挺有细节的货柜就好了。那你导入只用一次还挺亏的嘛，你就可以把它复制出来，拿来做其他用途。但是我可能把它当成围墙的一部分嘛，把它堆起来当围墙的一部分。然后你摆放的时候可以稍微错开一点点，就是不要让它堆得那么工整，这样看起来就会比稍微多一点细节比较自然，就是那种减少那种人工的整齐感嘛。那你看这边都是同样颜色的货柜，看起来也是挺容易疲劳的，而且挺无聊的嘛。我们可以简单的一样跟刚刚一样，稍微改一下它的颜色。我们先把它的材质独立出来，然后放一下一样，这就有点像那个 Photoshop 的 Ctrl 加 U 嘛，你可以改变它的颜色、明度还有那个饱和度，可以稍微改一下，把它改成一个改成一个蓝色的货柜好了，深蓝色的货柜。然后可能这个一样，我就把它改成另外一个颜色的货柜，可能是说亮黄色的，稍微偏黄色一点，对不对？这样你导入一个素材，你就可以做出这种三种变化，要是让你画面看起来丰富，又省点那种不断整理模型啊、导入模型的时间。OK，那还有一种用法是什么呢？你可能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藤蔓嘛，那藤蔓它你那种看起来那种很多叶子要怎么办呢？其实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像导入来使用。对，像我现在导入的是那个把它，我事先处理好的一个藤蔓的 PNG 档，那已经事先去好背了。找一下，在这边啊，这个是原图嘛，我就把它稍微去一下背，就可以直接把它导进来，然后它就会有去背的感觉，就是它自动会导入它的阿尔法图层。这个很简单，就是你就做一下简单的颜色选取嘛，然后把它稍微清理一下就可以了，清理一下那种细碎没有选择到的部分。对，其实边缘不用太仔细啊，你其实近看，其实边缘也是蛮随便的，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残留的杂点，但是你放到这种墙里面看，其实就还好，因为毕竟我们是最后是要输出2D 的嘛。对，那这边可能平面可能不太好看，我就再把它稍微改造一下。你可以进行把它一样，就是跟建模一样，你可以把它加点面啊，然后稍微把它弯曲一下，稍微贴合一下这个货柜的表面。这样子是让这个细节感就有稍微出来一点。远看也不太容易穿帮。对，这也是一种就是素材应用的技巧。
那如果最后的最后，你可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素材啊，然后你想要的放进去的元素，你也没办法像 PNG 这样直接去背然后贴进去，那怎么办呢？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做。那自己做有个算是小偷吃步的技巧，掏假波的技巧，就是你可以用你找到的照片来进行建模。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OK，我现在示范一下。对，这个是，哎，像是我们可能今天要找一个这种冷气压缩机嘛，那种室外机，它你可能怎么找都找不到它的模型，那你只好自己建。那你看它上面其实也挺多细节的，对不对？像这个风扇啊，这个风扇出风口啊，然后这边的一些过滤的网子，或者散热网子，对不对？这么多细节你要怎么办呢？那 OK，那我们这个简单的掏假波的技术就展示给你看。对，那么一样先就是根据我们刚刚这个图片，稍微拉一个跟它差不多的方块，你要把它放到这个非常稀少，因为没有非常稀少，只有日本制的啊其他国家制的没有稀少。对，我们这样看着它，然后简单的拉一个跟它差不多感觉的方块，就是长宽比稍微调一下。OK，这样感觉好像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叫做没有，不对，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那个图片丢进来当做它的贴图，对，把它丢进来，贴上去。对，这是看起来贴图有点跑的乱七八糟的，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 UV 投射的技术，UV 投射的方式，稍微怎么样？不知道这边大家知道 UV 是什么吗？有不知道同学吗？我要跟不知道同学稍微解释一下。UV 就是你3D 模型它不是一个模型嘛？那你要怎么把东西贴到上面去呢？它就是透过拆解它的面，就有点像那个纸箱嘛。你有没有看过纸箱那种完全摊平的感觉？它就是 UV，你这样才能把平面的图贴到立体的模型上面。像是你可能每个面都把它拆解出来，这样独立出来，每个面就是上面会投射到你对应的图片上面的位置。就开一下雨了。对，像我现在就刚好是这个直的。那这个技术要怎么？那这个技术跟我们现在讲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刚刚讲的 UV 投射，就是一般你拆 UV 的话，到时候是完全的摊平嘛，就是有点像那个包装盒摊开嘛。那这个 UV 投射它就是利用了，等一下哦，它就是直接用你这个角度，直接把它拍扁在一个平面上。像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你学透视的那种画的方块，有没有？对，它这个它的每个点就是一样对应到这个我们现在模型上面看到的每个点，然后我们只要把它的点拉到对应的位置，就是我们这个对应冷气机那个压缩机的位置。对，你这样一个看起来还挺有细节的冷气机压缩机就完成了。我们再稍微调整一下它那个边缘的位置，因为它边缘看起来有点不是那么整齐。
对，那这一步你觉得看起来还 OK 了，那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再进行下一个步骤，就是再把它做一下它的细节。像它这边有一个凹下去的结构嘛，我们就直接把那个布线对到它的结构的地方，然后一推，把它推进去。对，这样是就有多一个结构了。好，背面的话先不用担心哦，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像是这边嘛，请问 Blender 是不是可以上手？就看你要学到什么程度上手。你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拉尺的那个，其实你一个礼拜差不多就可以上手了。或者你网上看，如果你有3D 经验的话，其实可以更快。对，那像是这个它有一个凸起来的那种特殊的结构，我就用我的刀片直接切，因为它沿着它这个形状的部分切，就帮你切好一个面，然后你就再把它凸出来，然后缩小一下，做个倒角，是不是？这样就是你可能这边再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就多了一个结构的细节。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像这个背面咋办呢？那你看这个完全都歪掉了，不能看了。这个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就把这些面选起来。对，像是它这样就有这边对应的，我们就只要把它稍微移动一下。像是你看它这边有这个结构嘛，我们可以把它对齐这边的结构，你就稍微发挥一下那种急中生智的创造力，对一下。对，这样看起来就稍微正常一点，可能这边就稍微还要再调整一下。对，这样看起来其实就挺正常的。那这边像是你这种大面积的咋办呢？你这边其实就只要缩小，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空白的地方，你看起来其实就挺干净了。这边下面也是一样。对，现在这个 UV 就是非常直觉，嗯，就是你不用像以前，我记得我很久以前学那种 3D Max 那种拆 UV 是贼麻烦的，就是你就非常的不直觉，然后你又要处理一堆技术上的问题。那现在这种你就可以直接看照片，这样直接拉来拉去，这样是不是你这样一个看起来还挺有细节的压缩机的模型就完成了？对，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到这边来，放到这边来使用。完全自己摸啊，我是有看网络上的教学啊，不过它大部分都是全英文的。如果如果你英文觉得自己 OK 的话，我建议你是去 YouTube 找一些那种国外大佬的教学，学会蛮快的。这样你这样子这样子你可以快速做出一个自己的素材，属于自己的素材，然后细节感也够。OK，那我们试试看导入下一个，再导入一个模型试试看吧。那我们这次导入什么好呢？嗯，就那个野餐的餐桌嘛。
我们来看一下它野餐餐都是 FBX，那我们就只要导入 FBX 的模型。OK，然后这个就是刚好它的尺寸没有太小，所以我们知道它已经成功的导入了。那我们一样进来的时候对一下，可能对一下是不是大小刚好，一样大概到胯下的位置。然后它这个每个木板是分开的，我们就稍微把它统合一下。那同在同一个模型，有一些漏网之鱼。那这个旁边就可以把它删掉了。那这个它也是有提供事先弄好的材质，我们一样把它快速的导入一下。一样，刚刚就是底色嘛，然后金属遮罩、发线，然后表面处理。小，刚刚没选到，选好的。OK，这样就一样，那一个素材就导入好了，然后一样就是把它稍微到处摆一摆啊，随性的摆一摆。会卡吗？因为这个稍微见谅一下，我这个电脑也用了快10年了，就请大家稍微见谅一下。OK，那如此反复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出一个比较丰富的场景。那就是一样，节省大家的时间，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结果长什么样子。我稍微等一下哦，它这个因为载入材质会稍微卡一点啊，我可能那个转视角的时候可能比较快，所以可能网络和电脑有点跟不上，所以大家看的可能会稍微卡一点。哎，对，会讲打光，快讲到，不用急，不用急。哎，大家可以趁现去一下厕所，这样在等猜车载入。哎，好，来不及了，已经载好了。那我可以，现在休息个5分钟吗？5分钟，大家上个厕所，喝个水。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一下？就休息5分钟吗？把上个档案关掉一下，不会太占资源。OK，那大家上完了吗？
那我就继续咯。OK，那就是跟刚刚一样嘛，就是不断的反复的导入材质啊，导入材质，导入你的素材，像是这个沙包、木箱啊，然后我们刚刚找的那种室外的那种烤肉架，当做厨房嘛，对不对？然后可能这边可能有那种货轮不知道哪里飘来的货柜啊，可能就卡在这边。然后晚上的照明啊，对不对？灯光啊，然后他们可能搞一些那种废车子来强化自己的防御啊。然后像这个就是帆布嘛，就是可能他们那种那个屋顶破了，就也没有材料修，就用帆布遮一下。那这个帆布呢，我是因为以前我有用过那种就是布料模拟的，去模拟它的皱褶，就是那种进行物理运算去模拟它的皱褶什么的。但是后来发现这其实挺浪费时间的，就是你最后就是其实你就只要拉一块简单的平面，然后稍微把它改一下，按照那个物体表面折一下，然后之后再进 Photoshop 贴那种帆布的材质，其实会更快，就是比较省时间啊。而且有时候你那个物理运算跑不是自己想要效果，又要重跑，那种时间就是很浪费时间。OK，那我们这边东西处理的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打光啦。就是看细节 OK，就其实开始打光。对，那一般进入打光的形态下其实看到这样，就是你如果没有其他光源的话，就这样比较偏暗。那我个人习惯用这个插件啊，Physical Atmosphere 这个插件。那这个插件用处是什么呢？哎，我关掉一下它的那个去背的效果，就是它直接可以帮你模拟一个算是自然的打光，然后你可以比较自由的调整一下，调整太阳的角度啊。那你可以晚上啊，我记得晚上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在晚上天上会有星星，你可以稍微把星星调亮一点看一下，晚上有自带那种星星的效果。随时跑掉了，救命啊！reset。反正它这个就是相比你可能平常它就是你要自己去找那个 HDRI 贴图啊，然后还要再模拟那些光，用那个然后你用 HDRI 贴图，它在 EV 里面又没有投影，你要去模拟那些投影什么的，就很麻烦，也是很耗时间啊。那我就与其在那边搞那个贴图，不如就直接买这种好用打光插件，这样它就是帮你模拟自然的阳光。那一般这种45度物件，我们打光原则就是一面亮一面暗，这样才比较容易看清楚结构。我可能选择正面稍微亮一点，然后角度稍微低一点，这样投影出来的影子。这样插件大概多少钱呢？一般这种可以就是比较好用的插件，一般都是$50到可能高端一点的话，100-200美金都是有可能。那如果你说比较穷，但是又想要买它，很多网站都会有打折，就跟那个 Steam 特卖一样，它有些节日都会打折，你就稍微注意一下。那它可能会至少打个4折啊，有时候5折，可能夸张一点的话，打个6、7折都是有可能的。对，那 OK，那基本上
就这样，利用这个插件打好光之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输出了。那如果你今天不是做，你如果是做氛围的话，你可以也有其他利用方式啊，像是你可能把你的摄影机架在这个角度，然后我们给它加一点那种比较加那种雾气来增加它的氛围。看一下，不知道这个，对，稍等一下。然后通常一加通常都是这种看起来很浓的雾嘛，那预设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浓。那我们可以把它调成0.02，那就稍微有一点雾气的感觉。我可以把它调一点颜色。嗯，沼泽地带就调一点绿色嘛。然后我们的光线，我们可以打的那种更戏剧化一点的光线，像是逆光啊。你看到那种有雾气的话，它就会有那种光柱的效果出来。可能可以再浓一点，调一下，0.04，看看，雾气就更浓了。OK，那调整一下，调成逆光的，看一下，打这种夕阳光啊，然后把它调整成逆光的程度。可能我们可以曝光可以调好强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太阳调大一点。对，这样其实就有那种挺有气氛的嘛，那种雾气再加上太阳阳光打下来的感觉，或者是你说不定可以试看晚上看看的感觉哈。晚上你可能那种自己再加一点那种小灯光啊，就比较有那种恐怖游戏的氛围，把它稍微调强一点。没有，然后你可能这边可以有那个窗户可能也会亮光，对，然后你可能不太好，我那个也会有聚光灯的效果啊，你要把它调强一点。对，就是有那种很像恐怖游戏的氛围。对，就是你做好一个模型，你不一定要只局限在一种用途嘛，就是跟刚刚讲的，就是一开始讲一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有多种用途的工具。色光可以改一下，可能改成那种橘红色的光啊，这边可能改成红色的光。就是一比打光比较稍微麻烦一点，就是它有一些东西都是模拟出来的。但因为它这个一比之前，我记得它好像是模拟那个虚幻引擎的打光方式的系统，所以如果你虚幻引擎会用的话，那你的 一 v 用起来应该也是蛮顺的。OK，那氛围看够，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刚刚做的正题嘛，我们是要做那个物件的拆分。也光就拜拜了，然后雾气可以关掉，不然我的电脑都在起飞了。
因为现在电脑都快飞起来了，那个声音风扇的声音都超大的。对，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渲染了。刚刚我记得刚刚是不是有问到一个草堆的方式？那草堆其实就是比较简单啦，你就是一样用粒子系，就是它是这个比较新的粒子系统，就是你要先做好一个那个草的模型，然后你就可以非常快的那 scatter。看一下哦。嗯，对，那就可以，这是用粒子效果嘛，你就可以快速的制作一些，就种草就很快了。来调整一下。这个粒子系统也是很吃效能的，我电脑也是快起飞，现在也是快起飞。对，就是你稍微懂一点粒子系统，其实它这个操作起来就很快了，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啊。而且你做这种草皮也是锦上添花，就是你客户也不是在看你种不种的好看的，那种你进 Photoshop 再画，其实也完全没问题。Meta 元宇宙哦，嗯，其实应该不会。其实我觉得因为看到现在戏，我觉得 Meta 元宇宙比较像是那种炒金融概念，就是他们搞一个新概念，然后用来炒股票的。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啦。基本上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几年前有很多游戏有在做啊。所以炒币就这样。OK，那我们讲到刚刚一样，就是渲染嘛，现在就是开始输出了嘛。我们这个通常选好一个45度角，我们就可以截图了。就是可以把它渲染。然后我习惯是用因为这个有些插件有些 bug，所以我现在都是用这种比较接近荧幕截图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这边这样就可以另存新档。那一般除了这个渲染的画面，我还会另外存几个，像是我会另外存一个 AO，这样子你一些可能局部的结构不是很清楚的，你就可以透过你的 AO 来，透过你另外输出一个 AO 层来在 Photoshop 里面进行调整。这样子一个 AO 层，还有什么？还有，诶，叫可能阴影也会吧，就是你可能这时候可以调整一下亮暗面的对比，也比较方便。然后最后几个是还有，如果是氛围的话，氛围图的话，我会选择这种，这叫什么 mist 雾气的 path，就是它可以比较好控制那种，就是你近暗远浅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是氛围图的话，那这种45度角其实就不用。对，就是它就是那种空气透视的 path，就是你可以调整空气透视。对，那最后一个的话，我个人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把它做一个遮罩，快速的遮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它一个随机的颜色，就这样。那做这个图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每个物件它都会随机给它一个颜色，然后之后你在画的时候，你就可以输出这一层，然后你就可以快速选取你要画的物件。哎，对，就是 replace，然后有地方叫 replace，是不是？然后以前 cycle 的时候是叫 replace，然后现在 EV 叫 mist。这个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可能要那种熟悉3D 的大佬来讲解。
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选取，像是我可能要画屋顶嘛，但是我又不想画到其他的部分，我就可以快速的用颜色选取工具选这个范围，然后就可以快速的画，就你不用在那个用那个圈选工具在那边圈，就是使用上比较直觉了。OK，那这些都输出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 Photoshop 了。Photoshop，哎，让我们进来就是这样。然后我可能在事后再增加一些调整图层啊，像这个刚刚的 AO 图层，然后调一下它的对比，然后调一下它那个整体的颜色，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细化了。就像你可能这种铁皮，你觉得这种太单调了，就是把它吸它颜色，然后就开始就是增加一种那种手绘的感觉。对，就是放点彩色笔刷，然后开始刷它，然后加点颜色啊什么的，增加一下它的丰富程度。或者进行一些旧化的处理啊，像是你可能这边你觉得这个屋顶太干净了，太整齐了，可以把它稍微破掉一点，然后让它那个一些小的那种瓦片摆歪的啊，对，然后你可能这个天线太干净了嘛，不像是在沼泽地带那种，你可以把它快速的刷一点那种去灰尘的感觉。就是简单就是进行一些旧化和细节的处理啊，这部分就是比较就是看个人和时间啊，像这种这个防水布啊，你就是先简单的刷一些它的皱褶，简单把它皱褶画一下，画一点皱褶，然后之后我们再去找那个防水布的材质来把它贴上去。哎，那一样节省大家时间，我们可以就直接看一下我之先做好，然后后面的细节。那就细化之后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改变上也不是很多，但是就是你一些该处理的细节还是要处理，就是一些旧化啊那种刷一下尘土啊。你可能你觉得这边这个结构太单调了，你就自己再多加一个小屋顶啊，对，然后多加一些有的没的。你可能觉得这边可能有一块那个铁皮掉下来，他们没有处理啊，这样子，就是你的设计还是可以不断的在改进的，这样你不一定就是要按照你先做好的画。OK，那画的差不多之后，我们最后再放上就是我们之前找的参考一样，就是跟草图那时候一样，就是把你每个地方的东西搭配你的参考。这样子有时候，因为你如果不搭参考的话，有时候他们客户还会就是叫你说，像是你可能这边要材质指定啊，你就要专门再去另外找一个就是你要的材质给他们。然后有时候你这边有些地方你画细了也是看不清楚这边在干什么，你还是要做好一下你的说明。总之就是你最后给客户的成稿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对，因为你设定类就是要清楚你是要给3D 做的设计图，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越清楚越好。那你就不用搞什么那个像是你要这边塞颜色啊，就是像插画那种，你画人画什么东西都要塞颜色啊，然后要虚实对比啊什么的。你画设定就是不考虑这些，就是什么东西
放车附参考图要版权吗？你参考的话其实不用，就是你如果没有直接使用到作品的话，其实是不用版权的，就有点像，就是有点像你企划给你文件嘛，他自己也会找一些参考图说，啊，我大概脑中的画面大概是这样子，那种就你也不会问企划说那些你企划书里面找那些参考图要不要版权，对，这有点像是，对，就是沟通阶段利用的文件，哎，这个我补就是它是，充一下，就如果说你是真的要讲说是不是要版权的话，一般来讲其实是要啦，但是公司里面内部沟通的时候不会有人知道。对，这个一般沟通阶段是不会有人知道。然后你没有让商用的话，通常来讲是不会有问题。但你跟我说有没有法律问题，我会跟你说有。你这样听得懂吗？对啊，就是毕竟如果你要发布的话，如果你这些参考图包含在你发布的作品里面的话，就是这个部分是要考虑的。那如果你是那种类似那种进行有效内部沟通的话，其实版权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太重要，这样子。哎，那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了。那对吧？就是一些你像是你那种照片临摹嘛，对不对？你照片临摹放个原档，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我临摹的作品，这样其实大家还是 OK 的嘛。就跟同人一样嘛，你同人大家都是默许的嘛，那你这个真的要告起来，你告一告还是死嘛？同人作家还是说厂商真的要告还是死嘛？对，那今天主要用的 OK 插件就是，哎，OK，我们今天其实插件介绍也差不多了啦，我觉得讲的都还对，蛮到位。然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给大家提问一下好不好？对，那大家有什么看到现在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想问的？5 4 3 2 1。业主会要求做会动的吗？动作有动作，特效有特效，模型有模型，概念设计师有概念设计师，通常分工会蛮细的，通常。但如果你会，那就看需求了。内部结构嘛，就一般是不会啦，因为很多这种要求设计的时候其实是进不去的。那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就是你玩家可以进去的话，其实就是他们会先讲，就是要求就会附在里面，那你这时候就要考虑内部的结构。那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它可能就是路边的布景啊或什么的，你就只要做好外观就行了，对就是看需求啦，看需求。对，也是看需求。所以如果说是你问的问题是在一般情形下，如果我现在接到一个案子，就他是要跟我讲说是末日的，然后是生存者据点，一般就通常是不用去考虑室内。对，除非他今天发给你案子是室内需求，那你就要去做室内需求了。他会告诉你多大，你要跟他沟通那个尺寸要多大，然后有多少人可以容纳的下去。比如说像是恶灵古堡有那种大量室内场景的，其实大量那个室内场景在做的时候，所耗费的人力资源其实蛮不输给室外场景，因为那个如果你跑到室内的话，因为场景都是玩家直接可以看到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天花板、地板、扶手挂的那个画，然后墙壁的材质什么那个，因为玩家能够看到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资讯量非常的大。两个技能都要会才能担任这几个职位。场景设计这堂跟概念设计，嗯，你说的场景设计，你说现在这堂课吗？其实是一个，但是只是恒毅他用了3D 辅助，然后因为现在业主就是国外案子，他们有机会接到。我跟你讲啊，
台湾现在大概就分几种趋势啊，博弈类我就不算了啦。游戏公司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分研发类型的跟外包类型的。那研发类型的，你们大概应该也知道，台湾的研发也是有不错的游戏啦，但就真的比较少啦，比较稀有啦。那外包的话，很多公司团队现在都有外包团队，它如果说那间公司的商务，也就是所谓的 PM 或者是他们的业务能很强的话，他们是可以有办法接到很大的案子。对，你讲的是其中一个，是不错的。然后那个概念设计师啊，就是我们现在教的这个场景氛围是那个跟画的是比较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你要能够做这个东西，通常在学 3D 的时候会分为2种类型，一个是钻研 3D 软体，就他的 3D 软体钻研的很厉害，很多功能什么东西都搞得很清楚，但他没有画的能力。你没有画的能力，你没办法整合画面；你没有设计能力，你没办法整合画面；你没发想的部分，你也没办法整合画面。你就算你把 3D 摸熟摸透了，但你画不出东西来，你做不出这些比较丰富的效果。所以你想想看，现在的 3D 软体，网络上面免费资源一大堆，那你要怎么样有效率的去把它整合起来？这个是你们现在可以去想的方向。这样，对啊，像就是你就是除了3D 之外，你还是要会画画。就像你不是会3D 就不用懂透视了，对，你基本上透视的概念还是要懂的。那如果像那种不懂透视的3D，像那种比较没有经验的3D 工者的话，他很多就是你给他一个比较复杂45度角，他东西是建不出来的，你就一定要给他3视图。没错。我跟你说，我们在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就是会碰到这样子的3D。你给他的设定图，你给他一个45度角的设定图是不够的，他一定会跟你讲说，哎，能不能给我那个背面，能不能给我顶视，不然的话因为他的空间概念很差，你知道吗？空间概念太差的3D，它只能够一样画葫芦，它只能够尽力把你给它的设定做到一样。对，那比较强的，比较有，就是应该说薪资比较有竞争力的，就是那种你给他一个45度角，你甚至不用像恒毅这种给那么精细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概念图，一个很 rough 的一些指定、一些造型、一些设计，他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而且是一个氛围、一个环境都可以做出来。所以你会不会画这件事情，我认为是有影响的，尤其是。以前我身为2D 的时候，我没资格讲这个事情，但现在多少会一点3D 的时候，我觉得这更结合了我的这个概念。那纯3D 跟纯2D 跟2.5D， 就像你们现在如果要多学一个，它的思维逻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纯3D，它是不太去考虑什么笔触啊或什么的，它就更考虑贴图。跟面数控制，跟它的那个有点像硬表面，你们理解这意思吗？硬表面就是一个模型要建造到非常的，它的凹凸关系要建造到非常完整，那叫做硬表面。然后材质要贴的那个面啊，要贴合到很完整那个样子。就是他们纯3D 在思考的方向，跟我们这种。刚刚有同学问到啊，老师那个冷气机后面要不要做？如果以我来讲，就是你就像那个恒毅他有讲，我帮恒毅补充一下，就是他在做那个案子的时候，如果说今天厂商业主他发的一个案子是需求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世界末日的生存据点，它可能需要有3个、4个，可能他发给你的图需要有10张。那么你做这个冷气机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正面、背面都做出来，因为你可能会把它翻过来丢在地板上面。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个案子里面就会很有效率。但如果说你今天接到的是一张案子，比如说
我今天发给你某位同学，我只要这个角度的，我只要这一张这样设定，冷气机通常背面我就不做了，省时间。这样听懂吗？对啊，就是像你可能不止这一张啊，你可能之后旁边还有其他一些小屋啊，你就可以直接把这边的素材拿去用，重新组一个，这样就很快了。你那个模型也不用再重新导入啊什么的，材质也不用重新贴。就如果是一系列的，就是案子是一系列的话，你这样做其实是到后期是节省非常多的时间。今日示范平日大概是抓多长的工作时间？我接这个类似的案子，就是因为这都是大公司发的，他们时间就卡的比较紧，大概都是3到5个工作天，就是含发想到完稿。对，就是从你的发想开始，就是像我们前期那种找资料啊什么东西的开始，到现在这个完稿，看东西的复杂度大概就是3到5天。正常，对，真的正常。你前面因为不包括反馈时间呢，大家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说3天还要包括沟通，3天是不包括沟通的，3天是指你的工时。这边给1，听懂哈？很多人在报价，那个关于报价之后，我上课也会分享给你们，我会跟你们聊报价时间怎么算。但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核心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我这边广告一下，就是无情工商，因为那个之后恒毅会开课，就我请到恒毅，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表达口头上面的口条也都不错，然后思路也蛮清晰，对，所以他明年的暑期应该就是会开课了。然后 Blender 6堂课，价钱我还在定，不会破万，对，只有报过场景氛围课的同学可以优先报名。对，其他的我为了维持品质，我没办法收太多人。会有兴趣吗？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分享，做一个类似这种一些单体的这种带一点点局部氛围的，然后做一些设计类的，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就不会是有太多那种设计层面，因为它的比重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对，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设计课了嘛，所以到时候我们会再调整，把一些基本操作该要有的东西会给大家。好，那还有没有问题？Shader， 你会建议摸 Shader 吗？恒毅？学的一定要的啊，就是贴材质嘛，对不对？你如果单纯只是建白模的话，可能可以不用吧。那如果你会贴shader的话，你做这种偏写实的物件啊，或者是一些3D 的东西会比较快嘛，你至少上个底色，非常 stylized 的程度嘛。这个方面我可能就不熟，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如果那种风格化比较强的，你可能还是用手绘比较会有感觉。你用3D 渲染的话，你可能就要对那种更风格化的那种有更深入的认识。我自己是到不了那种程度啊，而且我会觉得用画的比较快。对我们来讲，有些画的比较快的就不太需要在模型里面建，但是在软体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要先走过一遍，懂吗？就是你要把那个肌肉记忆量累积起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说到底需不需要？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不需要。你可以针对你想要走的风格，再进行深入的学习。好，因为他那个，你说完，没关系。他就是因为他这个风格化的渲染跟我们这种写实系的渲染，它的这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那个风格化是更像是你要用各种打光去模拟它那个色块，或者是你要自己手绘一些贴图去模拟那种手绘感，就是它跟这种写实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个你的那个思考逻辑啊、流程啊，就跟纯3D 比较像，就是比较研究技术面的。对，你比较研究技术面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技术面要有，但是够用，就是够我们把画面表达清楚，就 OK 了。如果有缺什么，就再去摸什么，就这样。
对，因为我们最近最终成本都是图嘛，我们最终成本都是图而已。对，我们最终成本还是图，成品还是图。好，那 OK， 我们今天谢谢恒毅，非常精彩。你那个要素我再跟你请教。OK， 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咯，然后之后我再把影片发给你们好了。希望你们有收获吧。感谢大家的捧场啊！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恒毅，谢谢恒毅。好，我们现在这边不看 brand 的模型，现在不看。你现在先把我的作业做好。OK， 好，那谢谢大家，拜拜。